母子通吃，好性感的设定哦！记得订阅这个频道，然后打开小铃铛。这是你想要的人生吗？就不能正常一点吗？你永远都不用跟我说对不起。你是故意要让我难堪吗？我叫你下车！你把我当成什么？你凭什么这样质问我？好，选择今天又要介绍一部非常特别的电影哦，而且这部电影是依晨跨足监制身份的第一部片，这一部第一次，我们一定要来好好聊聊。欢迎两位女主角林依晨跟吴可欣。嗨，大家好。我先来聊一下为什么片名叫《失明》啊？其实光是听到这个片名，我以为剧中的女主角从头到尾都是一个失明的状态，但她不是，其实她是有寓意的。是对你们的 slogan， 我觉得非常有感，任何一个有家庭的人都会非常有同感。来，你们的这个标语是什么？不是超好看，刷起来，这也是。对。有时候，心底选择性失明，比真正看不见更可怕。这部戏的前面的角色们，大家都是看得到的明眼人，但其实大家都遮住自己的心，在盲目的活着。乍看之下好像是在讲眼睛的失明，可是其实我觉得这部电影要讲的是心的失明。对，就你把心关起来了，没有真正去听自己的声音。但其实这部片同时也是在讲同志议题，它的时光背景是设定在比较之前，所以当时的民风非常的保守。你们要去进入这个角色的时候，会不会需要一些努力啊？前期准备上，就是也要稍微了解一下当时是有多压抑，然后尤其是我这个角色在跟之前有结过婚。对，所以我觉得他比较像是前面有经历过疏离的那一段，就说在意别人的眼光，但最后他发现自己必须要诚实面对自己。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雪晶是已经就是经过一番挣扎努力后，然后想要成为自己的样貌，可是 somehow 他还是被整个当代的世界框架所就是不得动弹。那依晨呢？尤其你也在家庭当中，舒怡的觉醒比雪晶晚得多，她是被他拯救，对，被他真的被他拉出来。然后，因为我自己把它设定成一个比较能够面面俱到、安内攘外的一个医师娘，所以她很多的部分都必须亲力亲为，而不是全部都下放给佣人去做。所以不管是教育、接送孩子，然后甚至就是出席另一半的一些。需要社交的场合啊，帮他做面子啊等等，管控自己的脸蛋身材，对，都需要很熟练，因为是他过了20年的假面生活，对孩子的爱是真实的啦，但是就是对于另一半以及另一半衍生出来的事业经营的部分，因为有点像在经营这个家庭，就好像在经营一个事业，对，那种并不是他很热衷的。可是现实生活中，如果老公这样跟你讲话，你能接受吗？我叫你下车！我在看电影的时候好生气哦。没有啊，尤其是最后，他就这样。总之，那个明忠哥嘛，对我觉得他对你的态度，我超不爽的。就是我觉得在现代女性的眼里，每一个动作都是地雷耶。每一个吗？我觉得蛮多的啊。他怎么可以这样跟你讲话？然后甚至就是那么大男人叫你下车，然后你也就乖乖的下车。拜拜。下车来了什么？记得我们那时候已经尽量想要让明忠哥的角色不要太脸谱化，所以就是感觉。那可惜，我觉得你也为了这个角色，甚至连走路、讲话的态度都不一样。你有特别去参考什么？就是看一下，比较 man 的女生怎么走路这些。有啊，就是开拍前导演带我们去女同志酒吧体验，然后我自己在那段期间塑造角色的时候，也有就是参考很多电影啊，然后自己去幻想，去想说去塑造这个角色。像你现在做姿势，可惜。那个雪晶会怎么做？两位都想要表现一下雪晶怎么做，因为对，真的有很多场他穿着西装就这样很帅气的。对，而且其实这次可惜算是里面的性感担当，有很多都是他先发制人，对。然后先前我在映后的时候听到你所有的情欲戏都在一天拍完，对啊，这件事情崩溃。请问一下，就是那个监制怎么会这么安排？要故意刁难他，实在是因为场景
就是他的眼科诊所是发生很多重要场次的地方，那我们通常接一个景就会在集中几天内拍掉，直接拍完。哇，那个 mindset 就是心理状态要怎么切换呢？开拍前有那个健身啊，训练体力，想说那一天真的会只有体力吗？但心态上、心理上也是母子通吃，对，这个是什么？母子通吃，好性感的设定哦。对啊，所以这个心态上你有需要再转换吗？就是除了体力上。那天可能就尽量不要跟任何人讲话，节省脑力。有些事情闭上眼睛才看得到啊。我们这样哪里对？我喜欢你，可是不是你以为的那种喜欢。那是你的事。你们2位应该也都有这样的经验，就是觉得跟女生拍亲密戏比较害羞，还是跟男生拍亲密戏比较害羞？我的话是男生啦，因为毕竟就是还是会有那种男女授受不亲那种男生女生的那个对。演员有他原始的状态，本身的状态，但是就的确也要看对方的状态。对，因为对手演员也是百百种，所以我也是也不能这样子，就是其实是看演员。女生的亲密训练跟男生的亲密训练有不一样吗？比如说前期你们要怎么样训练熟悉彼此的身体跟亲密的一些动作？因为我们有邀请一位亲密指导来，那他会很确切的把亲密动作的范围，然后尺度以及每一咖需要做到的动作都非常清楚的列下来，我讲好彼此不能接触的点在哪里，就是各自的底线在哪里。可是女生跟女生这个还是有，对。你们不能碰的点是什么？就是比基尼的点啊。可是戏里面其实，戏里面我们还是有一些也不是说不能碰啊，我觉得我们还是有一些垫子嘛，所以女生也会做垫子，所以其实我们还是有一些抚摸动作，但不会在直接碰到，没有装设这些东西的时候去碰。你们这些情欲戏的过程是为了表达这2个人有多么深爱彼此，对，然后跟一些欲望，对，那跟煽情甚至情色，你觉得要怎么去分辨？我们在跟导演讨论这几场亲密戏的时候，我记得我们讨论的一个很大的重点是希望表现出亲密感，而非肉欲感。对，这2句话，这2件事就很抽象。可是但会感受上会很明显。他有因为你的诉求有改变什么东西吗？其实就删减掉很多，就比如说，这感觉比较重视姿势，好像不是我们要的重点，就删掉。记不记得？对，在很前面的时候。姿势的话，你们是不是要去做很多那个填调？就可能看很多女 A 可是那就是之类的。不是我们的重点，因为我们那时候也在找我们如何要拍出亲密感，而不是好像就有点太猎奇了啦。不可以。真实人生中，无论在演艺圈也好，在事业、在家庭上面，你们有没有曾经很扭曲自己？但是后来怎么样突破那个关卡？在拍电影之前吧，有很长一段时间我在剧场表演，然后其实那个时候还蛮想尽办法的，想要让自己符合整个就是当时台湾对女生的一个想象，或这个圈子里面对女生的想象，想办法把自己变得就是可爱，跟就是所以你曾经走过可爱路线吗？对。想尽办法剪什么妹妹头啊，然后就是想尽办法把自己眼睛画得很圆啊，然后去学习就是他们的妆法啊，然后就是希望可以试上，对，只是一个过程，但是后来找到自己也是因为缘分开始拍了电影，然后我才突然发现就是这是我很喜欢的东西，然后当我真正找到自己想要做的这个东西之后。就比较找得到自己，然后就不用再就是再把自己变真的不适合，对，你有你的样子就对啊，真的也好好奇哦，就是走可爱路线的可惜是什么样子？那我好像是另一个特别的例子，就是我已经在里面，然后我又刚好长那个样子，然后就一直被要求那样子很长一段时间，大概10年。但那是你吗？我妈妈的评语都是，那就不是我女儿，你怎么能演成那样？真的所以就最了解的人就是最明白啊。那哪一个比较是真实的你自己啊？黄蓉、陈又青跟庆芬一点点吧。对，真的所以诗你们是完全就是舒怡是完全没有关系。舒怡有点太就会比较服从，我比较没那么服从一点。
对，我妈就说你的叛逆期才刚开始，对吧？真的。等于说突破自己曾经觉得不是自己的 moment， 是你早期的作品。前10年吧，当你每接演一个角色，演完之后，它其实会成为你的一部分。对，我觉得我前期演的那些角色也都有，就是互相的，他们都有我的一部分，可是没有的那部分其实也悄悄的在影响着我，所以接角色真的要慎选。对。就是因为演了这个角色，你从这个角色当中内化了自己什么？我前面几个电影作品其实演的角色也都是很压抑，然后有很多就是亚洲传统的那种女性角色，所以我会觉得这次比较想要挑战雪晶这个角色，然后可以让自己跟她一样，就是更不在意别人眼光，然后更成为自己，然后更勇敢，然后就是人生就是很短暂，想要尽快的就是成为自己吧。那这部片让你内化了什么？有点像是反面的教材。对，前期的书对我来说啦，就是真的，我不想要过这种生活，就是很不由衷的生活。人生就是那个时间多宝贵，你已经花了20年在这样子的压抑中，这个你不是那么扭曲，你不至于到扭曲。我相信他对他2个儿子的爱是真实的，可是光是他枕边人就不能选择自己有爱的，我就觉得有点拍这部电影《失明》，你觉得最大的挑战是什么？这个话题，我希望是没有任何人问过你们的。因为大部分你们无论去参加那个就是 press tour， 或者是我们映后，都是观众提问你们答，但也许有一些东西是你们自己当下很有体会、很有感触，可是都没有人问到。很棒的问题，我觉得需要思考一下。好，我先说好了。那当初是我的经纪人给我看了一篇短篇小说，然后觉得他很有感触，就是对于他一直很辛苦的在这条路上，不管是寻求认同，或者是帮他的族群创造更大空间的一个致赠的礼物吧。看了的观众，不管你是不是在这个群体之中，或者是你旁边的亲友有这样的人，我们都知道你们存在，我们也与你同在。对，就是2位这么真诚，然后想要做这件事情，然后主要是我跟导演聊了很多导演自己本身的故事，感动了我，或者是说这部电影里面有一些价值观，或者有一些东西是有点挑战的，而且是可能大家比较不会切入的角度。然后它有一些就是我觉得很全球化的一些东西可以让大家讨论。这样子的电影作品我是很想参与，所以谢谢你的参与。对。事情没有这么严重的。Hello， 各位好选择的观，我以为是好。Hello， 各位好选择的朋友，大家好，大家好。Hello， 各位好选择的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林依晨，我是吴可希。9月19号，《失明》这部电影即将上映，鼓励大家不要失去的勇气，那会让你看到很不一样的风景哦。大家欢迎进戏院，看见你真正爱的人是谁。别忘了订阅我们的频道，打开小铃铛就不会错过任何精彩内容，随时上架。我们下回再见。